他早期取得的房子就很低嘛，取得成本就很便宜嘛，他都没贷款嘛，然后他又没有贷款的压力，他又房子持有的成本又那么几百块、几千块一间，然后他有一叠，对啊，你要怎么叫那个老头便宜把房子卖给你？一百元哦，他不出租空在那里，他也高兴哦。为什么啊？这个就是造成房地产很难下跌。你房子要下跌要怎样？要有人便宜卖啊，而且这个便宜卖要成交，好刷新那个往下跌的实价登录，那个才开始叫跌，对不对？问题是啊，既然房子在跌啊，那我不卖了哦，那我就锁起来，我继续出租哦，就这样，所以就不会有便宜的房子被抛出来再成交哦，你知道吗？如果有的话，会发生在预售的市场，建商啊，建商风吹草动，他就不敢再继续开高价，他会开个持平的价格，然后优付可能更加优惠哦，付款期间更长或怎么样，也会去尽力去维持那个房价。等房价下跌才来买房是好策略吗？先说结论，你等不到哦，等不到，就算等到了。那到时候你也不能买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哦，为什么好房子这么难找？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哦，可以等房价下跌再来买吗？哦，我们今天来聊乡民说的，就房价一定会跌嘛，所以等跌了再来买，这个做法到底可不可行？哦，好，我跟你说，会跟你这样讲的人哦，基本上就是投资的新手哦，他不是蠢，他就是坏哦，真的是这样。甚至可能他最大的投资里面就是买乐透哦，一张50块的那种哦，一张100的，他还会觉得说太贵，风险太大。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因为这种人啊，他想的就是什么？他就要抄底啊，他要抄底，他就要买在最低，不想要承担风险，也害怕买房子会被套牢，所以他才想出这个看起来稳赢不输的方法，就是说房子跌了我再来买。问题来了，这个投资策略到底有没有效哦？那个你去问你国小的侄子，他都跟你说不是哦，这个房价好像还会持续往上。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房价会跌哦？房价会不会跌？我跟你讲，未来一定有一天房价会跌啊，对。但问题是时间嘛，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哦，那你要不要拿你的人生来做筹码去等？等到你65岁还没有等到房价下跌，那怎么办？对啊，到时候房子都天价，那你怎么办哦？所以你要知道，买在最低点是个烂策略哦。不要说房子啦哦，那我们就讲股票，你就问那种买股票买了几十年了，你问你爸你妈哦，他有几次是真的买在股票的最低点哦？我跟你说，大概就是几乎没有啊哦，就算是股神巴菲特，也不可能次次都买在最低点哦，除非他钱超级之多哦，他的超大的资金一进去，把人家硬生生形成低点哦。好，那就国安基金啊，国安基金不都这样哦？那换一下立场，今天你是没有在观察房市的新手小白，你有办法第一次出手就敢买在最低点吗？哦，我跟你讲，有可能，为什么？运气哦，就运气。对啊，这种事情几率不是0啊，哦，但你觉得你赛道的几率有多大？更合理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低点的位置你出手了，然后房价又继续往下崩，所以你买的时候还是相对的高点哦。然后你会看到崩了以后，你就害怕就会怎样认赔出场啊。也就是说，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会为了等这个所谓的低点哦，等20年啊，最后还是变成接盘侠，然后赔钱出场哦。哎，这个居住正义大侠哦，大概就是长这样。你要知道说，买房置产的意义就是不要买在最高点就好了哦，就好了。就我也知道，台湾房地产不可能一直向上，这个太不现实了哦。经济学都可以重写了哦，台湾房地产。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在买房子哦？啊，就是因为对房地产市场就还是很有信心啊，对政府也有信心啊，不然他们这次怎么赢的，对不对哦？那我都觉得说这个顶点哦还没有到，因为台湾现在经济的局势太好了，民间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哦。之前又有台积电护台湾哦，护国神山，现在又来一个那个 NVIDIA 说来挺台湾，说什么台湾 TAIWAN 就有 AI， 所以要什么 AI 指导什么哦，真的是牵强附会哈。然后黄仁勋也有讲哈，辉达 NVIDIA 将设厂首选新竹哦，房价准备破100万，网友戏称美食沙漠 out， 因为他很爱夜市嘛，对不对？就弄个 NVIDIA 夜市哦。好，那他都还要再加码台湾，还要再盖新的研发中心哦，这个超算中心。NVIDIA 有多猛哦？这个没有接触 AI 的人可能不清楚哦。来看这个新闻，这新闻写说辉达市值超越苹果，史上第3家破3兆美元的企业。乡民喊下周超越微软哦。
这个台湾英那黄仁勋创办的 NVIDIA，真的是超级之夸张哦。对，只差微软一点哦。我说市值啦哦，那这个人是台湾人哦，他也要加码投资台湾。你说他们这种等级的神人，怎么不知道对面可能动不动要过来？怎么不知道台湾有地震？他们还要加码投资台湾？你当他们都白痴是不是？对啊，所以即使是这样，人家也是看好。那我们在怕什么？是不是？哦，那个难道你听到这个新闻，你还会觉得说台湾经济快不行了，我们快变成亚洲乌干达了？不会嘛？对啊。好，那如果你有信心，而且最近打算要买房子，上车吧，上车吧，因为台湾目前看起来经济啊，先不看房地产，经济就还是在起飞中嘛。顶点就是还没有到嘛，股票就是2万多点了，还在一直往上爬嘛。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可以等房价下跌再买吗？我先跟你分享了，这种策略通常来自于投资新手，不然就是投资的，就他骗你啊，他不是蠢，他就是坏哦。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买在最低点哦，那实际上非常的难判断什么时候是最低点，问题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哦，而且你做这个救助正义大侠，其实他们拿的是他们人生来做赌注，我就不是很明白，也蛮佩服他们的勇气。然后他们就等了嘛，等了5年没买，现在看5年后的房价，他怎么可能去买？更买不下去嘛，所以只能怎么样？只能继续洗脑自己哦，没有，房价太高，房价会跌，就没办法买了哦，就是这样。我都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不知道就一种像疾病的东西就没办法去面对，就他出手他就要付出他以前错过的那个损失啦。好，这不是重点哦。总之就是按照这个策略的人很容易因为在恐惧的时候错误的时机去出手，因为你就想要最低嘛，不是最低你怎样你就睡不着嘛，所以你就会怎样，就很可能到时候你买，要是出现更低，你又把它认赔杀出了就这样。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你就不要买在顶点就好了啊，那怎么判断？是不是到高点？也很简单，就是你对台湾未来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如果你觉得经济会起飞，那你就上车啊，因为代表顶点就还没有到嘛，还会有更多的人赚到更多的钱，然后跑来自产台湾房地产。越早买越早上车，自然对你是越有利的。说真的，你不应该到2024年你手上还没有房子，你知道？对啊，那你那个2016年你在干什么？2016年的时候是我们认为房价最可能下跌的那个年头，对啊，结果那个时候你也没买，对，那你现在2024你要怎么买我们都在车上啊，所以讲这种话可能让你那个还没有房子的人听得不舒服，但有在观察房地产的人，怎么可能到2024年手上还没有房子？刚退伍有可能那就拍谁好，总之就是这样，赶快上车吧那为什么？因为不只是台湾政府，连外资外商也是很看好台湾，他们都还要继续加码投资嘛，所以越早买，你现在买价相对早自然对你越好。那最后记得订阅加分享这个影片到你的赖群组，股票投资群也没有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然后痛骂一顿这个我积积阴德也没关系，或是加入我频道的会员我在里面有讲很多房地产比较不方便公开的议题跟八卦，你去看那个封面你就知道了欢迎你的加入。讲八卦讲八卦，我也没有一直在鼓吹台湾房地产房价就是会一直涨下去并没有我只是很单纯的在讲说，你要硬是等到房价下跌你才来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 OK 的策略就不太 OK。为什么？因为房地产，尤其是台湾房地产，真的是很难下跌啊，很难跌。持平大概就是一种变相的下跌了因为通膨还在通嘛那持平就相当于资产的价值在减损嘛，对啊，所以你台湾房地产很难跌，真的很难跌，你持平就很了不起了。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2016那个年头，17、18就爬起来了。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比较学术的说法叫做台湾房地产有所谓的僵固性僵固性说得非常的好你有兴趣你自己 Google 一下。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有2个前提。来，第一个，房子的持有成本极低房子的持有成本极低。我说我是中古中古屋持有成本真的很低。第二，早期的房子取得成本便宜早期的房子取得成本便宜，就这2点原因造成了台湾房地产就会有很明显的僵固性，就是它很难跌。那持平都叫
变相的下跌，就这样。然后风吹草动它要跳上去，就是这样。首先，房地产的持有成本极低，中古为什么低？因为我们每年要缴的房屋税跟地价税，对不对？那个地价税就还好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之前有一波经过那个公告限制的调涨，是也没涨多少以一间3房来说，那都几千块而已一年几千块。然后再来是那个房屋税房屋税它看的是你房屋的现值那你中古屋嘛，以公寓来说，40年房屋残值为0那0就是不用缴税的意思。你要缴多少税？0元的税那你20年的中古屋你要缴多少税可能是几百块几百块到几千块。讲到这个我要讲一个干话。我靠，我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嘛那我在我们公司楼下对面全家在那边排饮料。我们上班族这么忙，对不对？这么忙，然后排队排那么长就有一个阿伯穿吊嘎穿拖鞋在内湖科学园区的全家呢，莫名其妙。在内湖科学园谁穿拖鞋？他就住附近，你知道在办公大楼里头的那个全家。好，他们缴税，缴那个房屋税单，一叠，真的是他妈的一叠。然后那边刷，大家都在等那边等的不耐烦，大家滑手机。因为我搞房地产嘛，我就看一下得住呢这个很有实力内湖科学园区呢，他们缴点一张一张慢慢刷我就看了那个收银机的数字在慢慢跳，都几千块而已对啊，为什么？它持有成本就是这么低穿拖鞋就是住附近还牵一只狗，你遛狗你会想去内湖科学园区遛吗？不会嘛，所以他应该是就是那个住附近的老头，然后他就缴一叠房屋税，就那边缴几百几千的都有。就这样一间房子内客房子这么便宜持有成本。而且在呼应第二点，早期房子取得成本低，我未看先猜，他那些房子都没有贷款。为什么？因为早期买很便宜以前内湖什么烂地方这是烂地方，跟南港一样，就是什么黑黑脏脏都轮胎厂。我问老台北，他们就是这样讲然后内湖我小时候也常去，因为我亲戚，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搞什么，对，反正就是常常被载到内湖，我就很不喜欢。就是黑黑脏脏就是都什么汽车修理然后都一些五金零件的我也不太懂，我都觉得跟以前新庄化成路有点像都一堆工厂这样。内湖好，现在摇身一变变成内湖科学园区，它早期取得的房子就很低嘛，取得成本就很便宜嘛，它都没贷款嘛，然后它又没有贷款的压力，它又房子持有的成本又那么几百块几千块一间，然后它有一叠，对啊。你要怎么叫那个老头便宜把房子卖给你？一百元他不出租空在那里，他也高兴为什么这个就是造成房地产很难下跌。你房子要下跌要怎样？要有人便宜卖而且这个便宜卖要成交刷新那个往下跌的实价登录，那个才开始叫跌，对不对？问题是既然房子在跌那我不卖了那我就锁起来，我继续出租就这样，所以就不会有便宜的房子被抛出来再成交你知道吗？如果有的话，会发生在预售的市场，建商建商风吹草动，他就不敢再继续开高价，他会开个持平的价格，然后优付可能更加优惠付款期间更长或怎么样，也会去尽力去维持那个房价然后等到建商的新案都开出来，然后都便宜再卖，赔钱再卖的时候，那个才叫做疯狂的跌势要往下要正式开始了就没有嘛，你现在看就没有嘛，而且就算建商的预售他现在开始开一个对比上个案子都比较便宜的价格在卖，旁边的中古也没差，好不好？你看那个老头他有差吗？要是现在内湖科学园区附近的新建案开一个新的价钱结果居然比上一个案子还要便宜，那个老头有差吗？他取得成本那么低呢，他有便宜卖的理由吗？他没有嘛，所以会变成说预售屋市场下跌，中古屋还是吊在那边，真的会这样你说这件事情，连我一个买房阿元这种屁民我都知道了，政府不知道，内政部不知道，主计处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但持有成本这件事你不能去动它，你动它的代价真的很大，游戏规则就长这个样子就形成了房地产这么难以下跌，持平都叫做变相的下跌，因为通膨在侵蚀。你要真的看到房价被腰斩，你才要来买，等吧，你去等吧。所以我就很讨厌一些喊空的一些 YouTuber 一些部落客，你这样在害人对啊，
啊，你不要把你想的多伟大，你这样真的是在害人啊！你耽误了人家5年的人生，5年前就在喊空，喊到现在你还在喊空 ，OK， 好，尊重你。可是你不要去害，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嘛，对啊，你这个让人家错过了过去5年哦。像我都自认我讲的很客观、很公正，我也没跟你讲说台湾房地产就是会涨。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说，台湾房地产很难跌，很难跌的原因是持有成本很低，早期房子取得成本很便宜，所以这些老头他都不会便宜卖房子，你买不到便宜的房子。然后未来看起来外资又要来投，就我都在讲这些，对不对？所以我自己是看好的，我身体力行，我就上车就这样而不是说像空军的那些总司令一直喊空，一直喊空，一直喊空，然后怎么样？他自己买房子啊，这种人就很邪恶，一边去耽误人家人生，一边自己炒房炒的不要的。我之前一支影片也在骂这个，我很不喜欢总之就是这样，跟你分享，持有成本真的很低，你要享受这东西新房子的房屋税不见得低新房子因为它是看房子的现值嘛，所以你新房子就刚盖好，所以你那个价钱都很高的状态，然后它要参考那个叫路段率还是叫地段率，反正就是越贵的路持有成本越高。新房子一年的那个房屋税是有可能跑到好几万豪宅的话可能会到100万对，可是中古屋都没有这个问题中古就几百几千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一个大的透天有电梯的大概也到1万出头多一点点中古就是这样持有成本极低啦，非常的低，所以房地产就会形成这个僵固性，就很难跌。那你现在自住有需求，你要结婚，你要生小孩，你未来要怎样，你还不买？你能有实力买，你就要赶快上车了啊，不然怎么办就这么难跌，风吹草动又要跳起来，所以能上车还是赶快上车吧，不然怎么办？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
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啊，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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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啊，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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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